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人？你第一眼看见他就觉得心里发紧，不是陌生，是熟悉，好像哪里见过，好像很久以前就印识，那种感觉说不清楚，但你就是知道这个人会跟你纠缠很久。夫妻之间这种事最多，有人结婚几十年还像初恋，有人结婚没几天就开始吵，有人恋爱时温柔体贴，一结婚就性情大变，有人在一起一辈子，对方一走，自己也没了半条命，好像冥冥中约好了一起走。你此刻点开这篇文，可能脑子里已经浮现出一个人，他可能是你枕边那个，也可能是你已经分开的那个，但你一直放不下。为什么偏偏是这个人？为什么偏偏是你？为什么这段关系会变成今天这样？今天我要讲一个流传很久的真实故事，听完你就会明白，原来你身边那个总跟你闹气，总跟你冷战的人，又或者那个对你不离不弃的人，背后藏着你不知道的因果。佛家有一句话说的特别透，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共枕眠。你以为你今生遇到枕边人是偶然是邂逅，其实在那之前你们可能已经纠缠了好几世。接下来我会把5种夫妻缘分一种一种给你剖开，听到中间你会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种。而且全篇最后有一个很多人听完都会后背一凉的转折，所以千万不要中途走开。如果你听到这里觉得心里有点触动，可以先点个关注，这样更多想搞清楚自己感情因果的人也能看到这篇内容。好，现在开始。话说很久以前有一户姓沈的人家，家里只有一个儿子，他从小读书，人品端正。25岁那年，经人介绍娶了一位姓柳的女子。成亲那天，他揭开红盖头，他愣住了。眼前的新娘子，他分明从没见过，可他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熟悉感，就像在哪里见过。柳氏自己更奇怪，他望着新郎，眼泪忍不住流下来。他解释不了，为什么在素未谋面的男人面前，自己会这样失控。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你有没有过？很多人第一次见到后来的另一半，都会有一种讲不出的熟悉或不安，这其实是前世缘分的一个信号。婚后头几年，两人感情很好，街坊都说这对夫妻前世一定修得好。可好景不长，大概第5年开始，丈夫的性情开始大变，他总无缘无故对妻子发脾气，发完之后又后悔，可下一次又控制不住。妻子忍了很多次，他没离开，反而一直隐忍。为什么丈夫无缘无故发火？其实他自己也说不清，他心里藏着一股深深的愧疚感，好像亏欠了什么。两人的相处慢慢变成一个死循环，丈夫发火，妻子忍耐，丈夫又愧疚，去哄妻子之后又发火，家里天天乌云密布，连2个孩子都被这种气氛吓得战战兢兢。孩子问阿爸是不是不喜欢我们，妻子听了心都碎了，可他自己也不明白，为什么一个对儿女那么疼爱的男人会突然变得像仇人。丈夫自己也受不了，他知道自己的脾气没道理，可每次望着妻子，心里就是有一股火往上冲。再这样下去，家迟早要散。后来一位老朋友知道了这件事，他建议去寺庙问问。他说这种情况不像普通的性格问题，恐怕背后有因果。听说有一位高僧修行很深，能看前世今生，不如去问一问。丈夫立刻前往。高僧见到他，还没等他开口，就闭目沉思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施主，你是否跟妻子相处时总无故发怒，发完又深感愧疚？丈夫愣住了。高僧接着说：贫僧看你的眉宇之间带着一股纠缠不散的业力，这种业力通常来自前世未了的因果。夫妻缘分从来不只是今生才开始，很多夫妻前世已经结下缘，或善或恶，今生继续延续你的情况，背后恐怕藏着一段前世的旧账。贫僧道行有限，看不透全部，不过听说灵山之上每逢佛诞日，佛祖会显圣，施主如果诚心，不妨亲自去求一求。丈夫当晚就决定前往灵山，路途遥远，他日夜兼程，终于在4月初8那天到了山下。大雄宝殿里香火鼎盛，他跪在佛前诚心叩拜，口中不断祈求佛祖慈悲指点。午后，殿里突然吹起一阵清风，佛像放出金光，一个庄严又慈悲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：你有什么困惑？丈夫连忙叩首，
他说弟子跟妻子相处总无故发火，事后又愧疚，恳请佛祖明示，这到底是什么因果？那个声音说，你的疑惑需要你亲自去看一看，我可以让你的神识暂时离体，去见证你与妻子的前世缘分。丈夫虽然害怕，但为了解开疑惑，他鼓起勇气答应了。一阵白光之后，他发现自己已经飘在一片虚空里，四周云雾缭绕，有无数光影在流动。佛陀坐在莲花宝座上等他。佛陀说，你既然诚心求问我，便为你逐一说明，世间男女结为夫妻从来不是无缘无故，而是前世因缘所牵引。夫妻之缘大致可以分为5种，你且细心观看，然后就能明白你与妻子的前世纠葛。你听下去，这5种缘分几乎可以套用在你身边每一对夫妻身上，你可以边听边对照，看看自己属于哪一种。第一种叫报恩缘，这种缘分是其中一方前世受过对方大恩，今生投胎做夫妻是为了报答那份恩情。殿前光影一转，浮现出一个画面，几百年前，一个穷书生饿倒在路边，没人理他，一个村姑路过，把自己仅有的干粮和水分了一半给他，还亲手照顾他，直到病好。书生想报答，可村姑已经走了，没留任何线索。书生一辈子都记着这份恩情，临终前发愿，来世一定要报答。于是这一世，书生做了丈夫，村姑做了妻子。丈夫对妻子百般疼爱呵护备至，外人只会说那个男人痴心一片，其实这份疼爱是前世恩情的延续。佛陀说，如果夫妻之间一方对另一方特别迁就，特别包容，不计较得失，那多半就是报恩缘。丈夫听了心里松了一下，但他知道自己的情况没那么简单。第二种叫讨债缘，这种缘分是其中一方前世欠了对方的债，不管是金钱、人情还是命，今生结为夫妻是为了偿还那笔没清的债。画面里又出现另一幕，一个放高利贷的商人对一个穷苦的佃农催债逼债，毫不留情。佃农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，佃农临死前满心怨恨，发誓来世要对方10倍奉还。后来佃农做了妻子，商人做了丈夫，妻子对丈夫百般挑剔，诸多要求，丈夫怎么付出她都觉得不够，丈夫拼命赚钱还是被妻子嫌弃。这种相处模式，外人看是妻子贪心，其实是前世的债在起作用。佛陀说，如果夫妻之间一方对另一方永无止境地索取，甚至把对方逼到倾家荡产，那就是讨债缘，还完了，缘分自然就尽了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已经开始对照了，你是报恩的那种还是讨债的那种？但佛陀接下来讲的第3种才是最多人中招的，也正是那个丈夫和妻子之间的真相。第3种叫结怨缘，这种缘分最痛苦，是前世结下深仇大恨，今生投胎做夫妻，不是来报恩，也不是来还债，而是带着怨气来互相折磨。画面里浮现出一幕惨烈的往事，两个人原本是结拜兄弟，都是将领，因为战场上的一次背叛，一个被另一个出卖，含冤而死，临死前发下毒誓，来世一定要让对方生不如死。结果这一世，一个做了丈夫，一个做了妻子，两人结婚后无缘无故就爆发冲突，好像有一股说不出的火气埋在心里，一点就着。丈夫发火，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妻子委屈，也觉得莫名其妙。佛陀说，这就是前世结下的怨气。丈夫听完整个人发抖，他问佛陀，弟子跟妻子到底是什么怨？画面慢慢清晰，大约300年前，他的前世是一个地方官员，他为官不算坏，但有一次，一个女子因为丈夫交不起税来求他宽限，他冷漠拒绝。女子的丈夫死在狱中，女子走投无路，跳河自尽。临死前，她发愿来世一定要让他尝尽痛苦。那个女子就是他今生的妻子，那个官员就是他。佛陀说，你无故对他发火，正是前世他对你怨恨的反噬。你身上一半是你自己的业力，一半是他带来的怨气。丈夫跪在地上，泪流满面。他问，这怨要怎么解？佛陀没有直接回答，反而问他，你可知道你的2个孩子每天活在你的怒火里有多害怕？你的怨气不消，就会一代一代传下去。这才是结怨缘最可怕的地方，它不仅消耗你们夫妻，还会拖累下一代。丈夫如遭雷击，他从来只关注自己和妻子的痛苦，却没想到孩子才是最无辜的。
如果这一世不斩断，这怨气还会延续到子孙身上。这时候佛陀才讲出第4种和第5种缘。第4种叫修行缘，这种缘分很特别，是2个人前世一起修行过，发愿来世继续一起互相扶持，一起精进，一起解脱。画面里出现一对前世同修的人，他们一起在山里清修，互相鼓励。今生结为夫妻后，无论遇到多大困难，都会一起面对，一起行善，一起修心。这种夫妻相处最舒服，感情越来越深，老了更恩爱。这是5种缘分里最难得、最珍贵的，可遇不可求。第5种叫散尽缘，这种缘分是前世的因缘已经接近了结，今生结为夫妻，只是为了走完最后一段路，缘分一尽，自然分离，没有深仇大恨，也没有深情厚谊，平平淡淡过完一段日子，然后一方离世，另一方伤心一阵，也就慢慢放下了。这种就是散尽缘。5种夫妻缘分都讲完了，佛陀说你跟你的妻子是结怨缘，但这个缘不是不能解，只不过需要智慧、耐心和诚心。丈夫叩首恳请化解之法，佛陀微微一笑，伸出手掌，放出5道金光，说今日传你5种化解怨缘的心。第一，忏悔心，诚心忏悔前世所做的业，不要怨恨对方对你的冷漠或苛责，因为这一切本来就是你欠的债。第二，包容心，今生面对对方的无理取闹或者自己突如其来的火气，都要学会忍耐和包容，不能以怨报怨，这样怨气才能慢慢消。第三，慈悲心，把对妻子的怨转化为对她的慈悲，明白她今生的委屈和火气是前世痛苦留下的影子，多一份体谅，少一份计较。第四，回向心，每次行善积德，都把功德回向给妻子，帮她化解前世的怨气和痛苦，这才是真正的化解。第五，随缘心，不要强求对方立刻原谅你，也不要强求对方马上改变，只要你自己一心向善，诚心忏悔，福报和善缘自然会慢慢累积，恶缘自然会慢慢消散。如果你能用这5种心去修，结怨缘也可以转化为修行缘，你们甚至可以凭着今生的努力修成一段真正的善缘，福及子孙。丈夫哭得不成声，他连连叩首说弟子谨记教诲，愿用一生偿还前世的债，忏悔往日的罪业。佛陀说，你妻子今生的苛刻和委屈并非无理取闹，而是前世相通的心结，你要用真心慢慢化解。丈夫睁开眼，已经回到大殿，香火依旧，一切如梦，只是自己衣衫尽湿，脸上全是泪痕。他没有停留，立刻启程回家。一路上他不断回想自己和妻子的相处，越想越心痛，原来自己一直以来的无理发怒背后藏着这么深的因果。回到家，他跪在妻子面前，把在灵山看到的一切原原本本说了出来。妻子起初半信半疑，可想起自己婚后对丈夫的诸多不满和无端委屈，又想起丈夫发火时自己心里的那股莫名的恨意，她终于忍不住和丈夫抱头痛哭。从那天起，丈夫彻底改变了对妻子的态度，每次心里涌起无名火，他就默念佛祖教的忏悔心和包容心，强迫自己冷静。妻子也慢慢学着放下心里的苛责，学习体谅丈夫的付出。起初2人相处还是有些别扭，多年的习惯不可能一天就改，但他们都坚持住了。每次挣扎，他们都会互相提醒，这是前世的缘，我们要一起化解。日子久了，2人之间那股说不出的戾气竟然真的慢慢散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份难得的默契和体谅。丈夫再没无故发过火，妻子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挑剔，2人相处反而比新婚时更甜蜜，连2个孩子都感觉到了家里的变化。有一天，大儿子主动跟他说，阿爸现在好开心，这句话让他红了眼眶。10年之后，他们成了乡里有名的模范夫妻，2人一起行善积德，修桥铺路，救济穷人，把前世的结怨缘真真正正转化成了修行缘。晚年时，他们经常牵着手在后园赏花饮茶。妻子曾笑着问他，我们前世结那么大的怨，今生会不会还不起？他握住他的手说，因果从来没有绝路，只要肯用心，我们都能修成善缘。后来2人年纪老迈，几乎先后离世，乡里人都说这对夫妻用一辈子把一段恶缘修成了善果。听完这个故事，你或许会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。
你和你的另一半是不是也总为一点小事争吵不休，事后又觉得莫名其妙？你们之间是不是一方总在无理取闹，另一方却一味忍让？又或者你们的感情总是不咸不淡，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？其实夫妻之缘从来不是偶然的邂逅，而是前世因果的延续。佛陀教给我们的不只是珍惜眼前人，更是让我们在面对枕边人的无理取闹，或者自己心中无名火的时候，能多一份理解，多一份惭愧，多一份包容。因为这一切可能都是我们前世未了的缘，今生需要用真心把恶缘慢慢化解成善缘。如果你听到这里，心里咯噔了一下，不妨想想你身边那个总跟你闹气的人，那个一直对你不离不弃的人，你可以留一句：弟子明白了，让佛知道你有心受教，也让这段缘分得到护佑。如果你觉得有道理，请点个赞，这对这个频道很重要，也能让更多想搞清楚感情因果的人看到。记得收藏起来，多听几遍，每一次听你都会有新的体会。下一集我会揭开一个很多人想知道却没人讲清楚的话题，为什么有的人一辈子都在等那个对的人，是命里注定还是另有因果？如果你正在等缘分，一定要关注，下一集会讲到无缘之人背后的真相。你的一个关注可能就是你和你命中那个人这一世最珍贵的福报。